在我们结婚的那一天，老公失踪了，我给他打了几十个电话，发了几十条信息，最后全都石沉大海。我以为他出事了，可当我看到他兄弟发的微博的那一刻，我才知道哪有什么一生所爱，希望他们这次不会再分开了。愿有情人终成眷属。配图是老公沈默言跟他前任手牵着手走向摩天轮。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从来没喜欢过我，一直以为来我都是他前任的替身。我彻底死心，再也不见。那晚雨夜，他紧紧抓着我的手，慕瑶，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这次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我冷笑，当你选择他的那一刻，我们之间就已经再无可能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1小时前，我问过沈默言所有的兄弟他的下落，他们跟我说沈默言路上有点事情耽搁了，很快就来了。我傻乎乎地相信了，心脏却像是被人刺了一刀又一刀。他曾告诉过我，摩天轮代表幸福的含义，可以带给别人幸福和美好的回忆。所以自那时起，我就一直在等着，等他带我去坐摩天轮。我想要让彼此都成为对方最美好的回忆。可是我没等到他带我去坐摩天轮，反而等到了他带别人去。我悉心准备，付出了所有心血的结婚典礼，在此刻仿佛成为了一个笑话。我不知道他此刻的心里还有没有我的位置，我只知道我正在一点一点地把他从我的心里剥离。我瘫坐在地上，无助的泪水倾泻而下。我整理了一下心情，上台接过司仪的话筒。不管是在场的工作人员还是来宾，在看到这一幕后，真美原判都明白了。新郎跑了，对不起各位，婚礼取消了。话音落下，我与沈默言这5年的感情也画下了句号。我处理完一地的烂摊子，漫无目的地走在路上。清凉的晚风吹起我凌乱的秀发，平静的湖面掀起涟漪。手机铃声在这时响了起来，是沈默言打来的。我犹豫再三，按下了接听键。白慕瑶，那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电话那头传来沈默言关切的声音。曾经我以为他是真心对我好，现在我才知道他有多虚伪。沈默言，我们分手吧。最终我说出了那句我以为永远不会说出来的话。不等对方说话，我便挂断了电话。之后沈默言又给我打了好几通电话，我都挂断了。我就像是一只被抛弃的小狗，漫无目的地走在路上，在外游荡了一晚上。我回到了跟沈默言的那个家，我的东西还没带走。打开门，沈默言正坐在沙发上，眼旁有着淡淡的黑眼圈。还知道回来呀？昨天你去见孟诗涵了。一晚上的时间让我想清楚了很多事情。你怎么知道？谁告诉你的？可能是没料到我会那么问。他的表情有些惊讶。你不用管，先回答我。他沉默不语，好几次想开口，却被摁回去了。过了许久，他点了点头。昨天我是去见了他，我也没想到会耽误那么久。连理由都懒得找。我知道留你一个人在结婚典礼是我不好，我知道错了，原谅我吧。他还以为我像以前那么好哄。沈默言，我们分手吧。他眉眼一皱。白慕瑶，你可以不要那么无理取闹吗？我都跟你道歉了，还想怎么样？无理取闹？当初是谁口口声声跟我说以后不会再见孟诗涵的？结果你在我们那结婚典礼上那天去见了他，把我一个人扔在那的是谁？我强忍着泪水。你真觉得我是在无理取闹吗？白慕瑶，我告诉你，孟诗涵跟我就是普通朋友，
他恼羞成怒的样子看得我内心一阵难受。这5年来，他对我发火的次数屈指可数，而这次他竟然为了一个女的。我没有理会他，径直向卧室走去。经过他身旁时，他突然转身拉住了我的手。他刚从国外回来，昨天就是托我帮他找个房子。我跟他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听这话的意思是打算长期联系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感觉自己越来越不认识沈墨言了。沈墨言，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我甩开他的手，他愣住了。这是我5年来第一次如此坚定地想跟他结束这段关系。我转身进卧室，从床下拿出行李箱，开始整理属于我的东西。他极力阻止着我，我会跟他彻底断干净的，你别走好不好？我看着他，只觉得一阵可笑。一个让他不惜错过婚礼都要去见的前任，他拿什么断？知道吗？有一次你跟兄弟出去喝酒喝醉了，我去接你，你说你忘不掉孟诗涵，如果他回头来找你，你一定会抛下我奔向他的。现在想想，让他会那么做也理解，毕竟孟诗涵可是他的白月光。当时我以为你是喝醉了在说胡话，现在看来当时的你是酒后吐真言。现在分手对我们谁都好，免得到时候闹得太难看。他极力解释着，我当时说的确实是胡话，我跟他真的已经没可能了。我无视他的解释，依旧整理着自己的东西。白慕瑶，我们5年的感情就那么脆弱吗？不值得你再相信我一次？我关上行李箱，你要我怎么相信一个在与现任结婚那天陪前任去游乐园坐摩天轮的人？我想试着相信他，可是我做不到。不就是去坐摩天轮吗？我现在就陪你去坐，哪怕1天坐1次都行。他拉起我的手，却被我甩开了。不用了，你还是陪孟诗涵去坐吧，他应该比我更需要。不就是去坐了次摩天轮吗？你至于这样吗？沈墨言不理解我的反应为什么会那么大？你能不能不要再那么无理取闹了？你要是想坐摩天轮，我可以带你去坐。处处跟没必要的人争风吃醋。他的语气多了一丝不耐烦，这是他5年来从未有过的。你感觉我这是在无理取闹？我以为经过了5年的相处，他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想不到在他眼里，我一直都是那么无理取闹的人。我好像越来不认识站在我眼前的这个人了。你自己在家里好好想想清楚，公司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我希望等我回来的时候，可以听到让我满意的回答。听他的语气，似乎很笃定我会向他妥协。人认为我现在的行为只不过是意气用事，只要让我冷静冷静就可以了。随着巨大关门声的响起，偌大的客厅只剩下了我一人。看着我收拾了一半的行李，我不知道为什么笑了出来，一边跟前任纠缠不清，另一边又想把我拴在身边。沈墨言，我是人，我不是你的忠犬。你以为我没了你就活不下去了，没了你就生活不能自理了？我收拾完剩余的东西，拉上拉链，推着行李箱离开了我与沈墨言的家。这房子是我跟沈墨言一起出钱买的，当时他想一个人买下这栋房子，被我拒绝了。我说，这房子见证了我们俩的爱情，怎么可以只让你一个人出钱呢？现在我已经不想再跟他住在一起了，爸妈都在老家，我在这座城市也没有几个像样的亲戚朋友，也不还太麻烦他们。无处可去的我来到了一家酒店，躺在床上，我拉黑删除了沈墨言所有的联系方式，包括他的那些兄弟。不知道为什么，做完这一切的我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不知不觉间，我竟睡了过去。梦中浮现的是我与沈墨言相遇的往事，
初见沈墨言时，那会我因为刚被甩了，坐在路边无助地哭着。沈墨言没有像别的路人一样默默离开，而是坐到了我身旁，递给了我一张纸。那一天，作为陌生人的他安慰了我好几个小时，我们也因此相识。不过，很快我就意识到了与他之间的差距。他是学校公认的校草，追求者无数，而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人。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我努力学习着穿搭，加入他所在的社团，只为可以让他多看我一眼。可是我始终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看着他拒绝了一个又一个追求者，我只好将这份思念默默地藏了起来。本以为我与他之间的关系就止步于此了。在一次社团活动上，我不小心喝多了，对他吐露了心声。当时我都做好了被他拒绝的准备，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他接受了我的告白。至此，我跟他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他很爱我，对我也很好。大学毕业后，我跟他进入了同一家公司。短短1年的时间，他就成为了我的上司。我对此并不意外，因为他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就是如此的优秀。之后，我们俩买了一套房子，我以为我们会一直在一起，不会分开。醒来的时候，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了进来，枕头也湿了一大半。打开手机，没有一条消息，也没有一个电话。不过也对，谁让我把他的联系方式都给删除拉黑了？尽管我费尽心思避开他，可终究是有要面对现实的一天。周一，我照常回到公司上班，只是在刻意避开沈墨言。好不容易要安稳度过一个上午，沈墨言的出现却直接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这位是新来的孟组长，以后你们组的项目就交给他来推进。沈墨言说话的时候还向我瞥了一眼。孟诗涵一脸笑意地走到我跟前，眼神挑衅地握住了我的手。你就放心地交给我吧，我的经验很丰富，摆明了是来宣战的。那就拜托孟组长了。我收回了手，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回到了自己的工位上。我本以为事情就那么结束了，可是沈墨言却突然开口说道：“你们可要好好配合孟组长，他的实力对比白组长只会更优异，表现优秀的人可是会加薪的。”短短几句话就否认了我至今为止所有的努力。在场的大家都知道我为了这个项目究竟有多么努力，费了多少心血。每次跟客户喝酒，喝到凌晨不省人事的时候，是同事把我给抬回去的。眼看对方就要答应签合同了，现在倒好，空降过来了一个组长，主动夺走了我所有的劳动成果。沈墨言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要说他不是故意的，我还真是不相信。他以为只要这样就可以让我乖乖回到他的身边。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在公司走客户的这2年，有不少公司的老总都想挖我过去，可都被我给婉拒了。沈墨言，你一定要做到这一步吗？午休的时候，我给行业内前沿公司的老总打去了一个电话。对方听到我的来意后，别提有多高兴了。你想什么时候来公司都可以，其他事情你可以不用操心。我想过无数种会离开公司的可能，但最后我没想到竟然会以这种方式被逼走。快下班的时候，有个同事把我给拉到了一个隐蔽的角落。慕瑶姐，我感觉这个孟诗涵就是一个废物啊，什么都不懂，还什么海归精英，我看就是扯淡。我们跟沈总说说，让你继续回来带我们。一段时间相处下来，很多同事都发现了不对劲，说好的经验丰富，结果还不如一个刚进来3个月的实习生懂得多。我笑了笑，沈总会这样安排，自然有他的道理，我们只要服从就好了。
这次的客户是我见过最难缠的客户，没有之一。本来快成功了，在这个节点上，要是被对方突然发现对接的人换了，肯定就会有顾虑了。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孟诗涵可以搞定对方，我无话可说。我刚从公司走出来，就看到了沈默言正站在门口。沈总，现在可是下班时间，不能布置工作。我向后退了几步，跟他拉开了一段距离。沈默言看了看停在一旁的车，我是来接你去吃饭的，待会你想吃些什么？这个时候，孟诗涵突然出现在我身旁，我想我们之间应该有什么误会，所以就想着把这个误会给解除一下。我们之间哪里能有什么误会？我不禁笑了笑。我们之间最大的误会，应该就是没有早点发现沈默言一直把我当作是他白月光的替身。我径直略过他们俩，我可不想再因为他们俩的事情而浪费时间。沈默言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你可以不要再那么无理取闹了吗？我跟他真的什么都没有，我看都不想再看他一眼。直到现在，他还是认为我在无理取闹。5年的感觉就换来一个这样的结果。我一把甩开他的手，你凭什么认为我是在无理取闹？下班时间本就人来人往，刚刚那一幕很快就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感受到周围视线的沈默言，脸色顿时就黑了起来。白慕瑶，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吗？非得闹得那么难看吗？我不想理会他，转身叫了一辆出租车，就回到了酒店。我躺在酒店的大床房上，点开手机上的租房软件。酒店虽然舒服，但开销也是巨大的，一直那么下去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我花了1晚上的时间，才找到一个价格跟地段都很不错的房子。我随手点开微博，就看到了沈默言刚发的动态，只要有你在身边，再普通的烟火也会变得绚烂多彩。他的配图是一张隔着窗户拍下的烟花绽放的照片，透过玻璃的反光，我看到了孟诗涵正牵着他的手站在一旁。呵呵，下午的时候跟我说，他跟孟诗涵真的什么都没有。结果到晚上反手就发了这样的一条微博：沈默言，我在你眼里就是那么好骗的一个人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沈默言就逐渐变成了我不认识的样子。我点了个赞，然后果断把他给拉入了黑名单。早上一觉醒来，我像往常一样迅速洗漱完，出门去上班。当我的手放到门把上的时候，却突然停了下来。反正我已经快要辞职了，去不去上班都没差。要是去了，还得忍受沈默言的阴阳怪气。一想到这，我就果断回到床上继续睡觉。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中午了。我起身，打算去楼下买点东西吃。刚出电梯，就跟沈默言碰了个正着。他今天的造型显然是用心改造过的，就连衣服跟身上的香水都是请人精心定制的。如果换作是之前的我，或许会为之沦陷，但是现在的我内心毫无波澜。你终于肯下来了。沈默言看到我后，快步向我走来，将他手中的文件递给我。你不就是因为项目的事情在生气吗？现在我给你一个新的，这个项目的提成不比你之前的少。我没有收下他给我的文件，沈总大可以不必这样。现在我是快要走的人，没必要再为他做事了。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那么闹下去了？回家吧。我静静地看着他，语气平静地说道：沈默言，我没有闹，我跟你已经分手了。我刚想走，沈默言就拦住了我的去路。我知道你是在因为孟诗涵的事情生气，她现在刚回国，短时间内找不到工作，我才想着帮她一把的。你要是真的介意，我可以把她给调到别的岗位。
现在才想着来挽留我。我记得昨天你可不是那么说的，迟来的深情比草芥。更何况昨晚沈墨言可是发了一条微博，不必了，你还是好好想想要怎么帮孟诗涵拿下那个客户吧。我现在不想再跟你扯上任何关系，我嫌脏。或许父母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沈墨言真的一点都不合适。他听到这句话，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他没想过，一个哄了好几年的人，你也会对他说出这句话。我刚出酒店，又碰到了一个最不想碰到的人。孟诗涵靠在沈墨言的车旁，见我来了，立马向我打招呼：“慕瑶姐，你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孟诗涵看了看周围的环境，露出一脸鄙夷的表情：“你看看这附近，荒郊野外的，打个车都费劲。只要慕瑶姐一句话，我让莫言哥哥给你安排个好一点的酒店。”莫言哥哥叫得那么亲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两个是一对呢。这种事情就不用太麻烦他了。这可不行，对一个来说，衣食住行都很重要的。回头我让莫言哥哥给你找个好一点的酒店。我和他之间，沈墨言大概会更偏爱他吧。毕竟他可是可以让沈墨言在结婚典礼上陪他坐摩天轮的人。相比较我而言，他才是那个让沈墨言放不下的人。我看着他，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我看你跟沈墨言还挺般配的，你们两个不领证，真的是天理难容。听到我那么说，孟诗涵脸上的笑意更浓了。慕瑶姐，你别乱说。所有人都知道，你跟莫言哥哥才是一对，他只是拿我当妹妹而已，这你就放心好了。我跟他已经分手了，你随时可以跟他结婚，你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哟，要不然你的莫言哥哥可能就要被别人给抢走了。我象征性的为他加油打气了一番后就离开了，但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一出戏，让我更加笃定的还是早点离开这样的想法。要是再晚下去，指不定他又会给我整出什么幺蛾子。正所谓眼不见为净，所以当天下午我就回复了对方老总的消息，明确表示了想要尽快入职的想法。对方老总回复的也很快，让我下周一就可以准备入职了。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我的好闺蜜李妍打来的。瑶瑶，我们好久没聚了，今晚要不要聚聚？位置我来选。好，我爽快地答应了。李妍是我大学时最好的闺蜜，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会跟对方述说的。晚上，我来到了李妍定好的地方，是一家火锅店。李妍见我来了，左左看看又看看，最后问道：“沈墨言呢？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呀？”我露出一抹苦涩的笑容看着他。我跟沈墨言分手了，原来他一直都把我当成是他白月光的替身。李听到这，立马才凑上前来安慰我：“没事的，没事的，你现在发现也不算太晚。为了这种渣男流泪根本就不值得。我知道，我知道，可是5年的感情哪里那么容易就可以放下？他把我当成是他的白月光，照顾了我5年，现在他的白月光回来了，我确实是应该让位了。这顿饭，李妍一直身旁默默地安慰着我，让我感觉我并不是一个人。第2天，我要跳槽的消息在公司不胫而走，新公司的人事经理亲自去公司为我办理手续，我就没有必要去了。该说不说，这新公司的老总还是知道要怎样才可以收买人心的。难得空闲下来的我，索性约了中介去看房，因为让我满意的房子总共就那么几套，所以只用了1天的时间就给定下来了。房子旁边就是地铁站，上下班通勤时间短，我表示很满意，当成跟中介签约了。我回到酒店，刚整理完东西，
原公司的同事就给我打了电话：慕瑶姐，我就没看过那么不要脸的人，把活全部甩给我们，他一点不做也就算了，结果到最后功劳全被他一个人给拿走了，说的好像这项目可以做成，全都是因为他一样，还跟我们说要是不想干就辞职，仗着自己背后有人就那么嚣张。隔着电话，我都可以听出他对白慕瑶是有多么的怨恨。这个白慕瑶还真是不简单啊，才上任几天就已经是搞得民怨沸腾了。这次项目的甲方可是很难搞的，希望白慕瑶可以成功拿下对方吧。我跟对方简单聊了几句后就挂断了。刚结束通话，一个陌生的电话就打了进来，我想都没想就直接挂断了。搬到新家后，我久违地感受到了自由的感觉，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熬到多晚就熬到多晚，完全没有人会管我。我本以为我不会再碰到沈墨言跟孟诗涵了，结果在有一天晚上，我刚好碰到了打算下去扔垃圾的孟诗涵。孟诗涵看到我的出现，感到十分的意外。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无视他的目光，输入位于他对门房间的密码走了进去。真是晦气，没想到他竟然就住在我的对门。原以为那么大的江城不会再让他们有见面的机会，可是谁曾想世事无常啊！我刻意不去这件事，可是在一次下班的时候，我在小区门口看到了一辆熟悉的车子，沈墨言跟孟诗涵站在车前，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脸上好像浮现出了一丝落寂，沈墨言却笑着摸了摸他的头，不用想也知道，沈墨言这是在安慰孟诗涵。孟诗涵往我这里看了一眼，不知道是不是看到我了，下一刻他就紧紧抱住了沈墨言。他虽然有些愣住了，却没有推开他。他们两人站着的位置是唯一的出入口，没办法的我只好借着行人的掩护，快速穿过他们身旁。白慕瑶，尽管我在祈祷着不要发现我，可最后还是被沈墨言给注意到了。他快步走到我面前拦住我：你别误会，我跟他真的没。你跟我说这个想表达什么？我果断打断他：我跟你已经分手了，你跟谁想干什么都跟我没关系了，你到底为什么就不能听我好好解释一下呢？我不耐烦地直接说道：有什么好跟我解释的？是我跟你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我跟之间已经结束了，你以后干什么事情都跟我没一点关系。沈墨言表情一致，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说出那么无情的话。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而是径直掠过他身边，往电梯方向走去。事到如今，是不是误会还重要吗？我刚打算输入密码，孟诗涵就来到了我身旁，一脸凶狠地看着我。我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道：我家可不欢迎你呀，谁稀罕去你家？我只是来告诉你一声，别以为用这种手段就可以把沈墨言从我身边抢走，他只能是我的。我点了点头，那我就祝你们百年好合喽。说完，我输入密码，回到了家。第二天，我早早的起床去公司上班，可是我在楼下又看到了沈墨言。白慕瑶，我本想先躲着他，然后再伺机出去的，可还是被他给叫住。我转过身，一脸不耐烦地说道：孟诗涵现在还在睡觉没起来呢，你叫住我也没用。沈墨言摇了摇头：慕瑶，我是来找你的，这是我给你买的早餐，全都是你爱吃的。我记得你有胃病，早饭不能不吃。我的胃病是之前陪客户喝酒喝出来的，想不到他竟然还记得。我指着他递过来的早餐：你不会在里面下毒了吧？慕瑶，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分手，之前可能是有些事让你产生误会了，我在这里向你道歉，
你可以给我一个弥补你的机会吗？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他说得很认真，没有一点要敷衍我的意思。我正视他的双眼，问道：你站在这里跟我说这些的时候，你有想过孟诗涵吗？如果你对他真的没有一点想法，那你就不要无条件的对他好，搞得好像他才是你女朋友一样。他垂下脑袋，语气卑微。可是我只是把她当作是妹妹，对她没有那方面的想法。我笑了，只感到一阵恶心。你见过哪个哥哥会在自己的结婚典礼上跑去陪义妹坐摩天轮的？说实话，你要是真那么喜欢他的话，直接跟他去领证吧，我会好好祝福你们两个的。可是我的女朋友是你呀，我昨晚跟你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从你在我们的结婚典礼上陪他去坐摩天轮的那刻起，我们就已经分手了。我以为这我说的够明白了，他也听明白了。然而下午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了他爸爸的信息，约我明天见一面，他有话要跟我说。我想了想，回复了一个好。第二天下午，我来到了约定好的位置，是一家咖啡店。他爸一看到我就赶忙招呼我坐下。慕瑶，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卡布奇诺，加糖加奶。谢谢叔叔。他也不墨迹，直接问我此行的目的。慕瑶啊，听说你最近要跟莫言分手，是真的吗？我浅笑道：叔叔，我跟他不是要分手，而是已经分手了。他喝了一口咖啡，说道：其实我挺欣赏你的，你们两个的事情我也听说过一些，这件事确实是他做的不对，你会跟他提分手，我也理解，只不过真的挺可惜的，抱歉，还耽误了你5年的时间，所以我跟他提了分手。感情是两个人的双向奔赴，要是对方心里一直装着一个人，那么就算结婚了，这段婚姻也注定不会幸福的。他眼眸微微垂下，再次开口道：听说自从你走后，那小子整日无精打采的，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我淡笑摇头。他的白月光回来了，我是时候该让位了。叔叔，你就不用再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他见我如此，也只好作罢了要劝我的心思。那好吧，既然你都那么说了，那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走出咖啡店，深深叹出一口气。或许我跟沈墨言这次真的结束了吧。晚上，沈墨言给我发来了一条语音，我真的知道错了。慕瑶，你就最后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们2个5年的感情，你真的可以说放下就放下吗？他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醉意，我可不想跟一个酒鬼讲道理。沈总，我们2个已经不可能了，你还是好好跟孟诗涵过好余生吧。我们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们得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从你答应要陪他去坐摩天轮的那刻起，你就应该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接下来的时间，我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一天，副总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对我说：公司打算大力培养你，送你出国深造，但是你得跟公司签一个合同，30年内不能跳槽去别的公司。30年，这跟卖身契有什么区别？明白了，我去。刚好我需要一个新的环境来彻底忘掉沈墨言。虽然跟公司签卖身契有好也有坏，但总体来说还是好处好大于坏处的。副总见我答应的那么爽快，不由得问道：确定不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吗？我摇摇头，他们会支持我的决定的。那男朋友那边？副总，我单身。见我都说到这份上了，副总也你犹豫，直接拿过合同让我签字。合同签好后，副总就让我回去准备一下，下周出发。下班后，我跟父母说了这事，他们都表示很支持我的决定，而我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岩。李岩一听我要出国，立马就张罗着要为我送行。
想当初跟沈墨言在一起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身边的人。现在回头看看，发现在意我的人其实挺多的。然而，我要出国的消息却不知道为什么被沈墨言给知道了。下了班后，我看到他正堵在我小区门口，我走上前，直接问道：“你又来干什么？”沈墨言看着我，嘴巴开开合合：“你真的想好了吗？你要出国，不会是因为要躲着我吧？”我有些厌恶地看着他，我怎么不知道你那么自大呀？我会选择出国，跟你没一点关系。那你可以不出国吗？之前也没见你有出国的想法。沈墨言，你自己心里其实很清楚的吧？你喜欢的根本就不是我，你自始至终就没有喜欢过我。现在你又何必跑到我面前来装深情呢？我对着他大声喊道。话音刚落，天不合时宜，地下起了雨。豆大的雨点落到地上，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大雨中，我们就这样静静看着对方，任由雨水无情地落到身上。沈墨言率先开口，打破僵局：“谁说我喜欢的不是你？你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我全都记着的。”我笑道：“你确定你喜欢的人真的是我吗？你只不过是把我当成了孟诗涵的影子，才会跟我在一起。”慕瑶，之前的事确实是我对不起你，我跟你道歉。但是我是真的喜欢你，才会跟你在一起的。如果他感觉我听到他那么说就会回心转意，就会原谅他的话，我真的很想笑。所以呢，沈墨言，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那么幼稚了？当初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的白慕瑶已经死了，现在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听不懂吗？做人要有自知之明，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我转身打算离开，沈墨言却抓住我的手腕，向我祈求着：“慕瑶，你最后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就一次。”我没有说话，而是直接甩开了他的手。我回到自己家，拉开窗帘向下看去，发现他依旧站在那。如果换作是之前的我，或许会心疼，但是现在的我内心毫无波澜。随后，我把国内的一些事情处理好，就出国了。副总担心我人生地不熟的，就安排了他在国外留学的表妹来接我。他人很热情，主动把我的东西给拿到了事先安排好的单人公寓。他指了指隔壁的公寓，对我说道：“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我就住在你隔壁。”好的，知道了。希望他收到了我寄给他的东西。出国前，我寄给了沈墨言游乐场的门票，并附带了一句话：“我们都要开始属于每个人的生活。3年之后，愿你跟你爱的人在一起。”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